Hello，水瓶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水瓶座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一样呢，在进入今天的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之前呢，我们有好康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呢，我们的全球1年1度的生日派对即将要在8月30号台湾台北晚上8点整的时间，会在我们 YouTube 平台进行直播抽奖活动。OK， 所以呢，如果想要来抽中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呢，请记得第一，先来订阅我的电子报；第二，寄一张生日卡片、明信片到我的邮政信箱，就可以参加我的抽奖活动哦。那详细的这些参加办法跟规则呢，会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通通都有，请大家详阅之后呢，踊跃来参与好吗？因为我每年呢都会非常期待哈你们给我的这个生日卡片还有这个祝福。OK， 那呢我们今年呢在全球生日派对也会来公布有关于1年1度的这个限量礼盒预购的活动啊。所以呢，如果你每年都哭哈还都没有订购到的朋友们，我已经现在事先跟你预告了哈。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好消息也会在这一次的直播来分享给大家。那为了不耽误大家所有的这个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时间其他就麻烦再次提醒大家，请到影片下方资讯栏去做一个阅读，然后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好吧 ？OK 哈，那么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你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啦。首先呢，我个人会感觉各位水瓶座这个昂古贵的朋友哈，这2到3周呢，我会觉得浅紫色就是那种紫罗兰、薰衣草紫这种颜色呢，非常非常适合你，因为我感觉哈，你们最近有一些人不知道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脑力激发的研究，比如说最近刚好有一个案子需要你经常动脑，或者是最近呢，你可能有去学一些有关于什么脑部开发的东西。那有一些人呢，你们可能最近呢会去做有关于这个脑部的一些手术。OK 哈，那我尽量把这个领域、这个范围、这个领域的这个能量场都告诉你们。OK 哈，好，然后呢，如果你是有要开刀的这个水瓶座，就那个极少数的这个水瓶座呢，不用太担心，一切会很顺利的，好不好？但是你要记得放轻松一些 ，OK？ 所以最近我会感觉你在脑力激荡或脑力开发，或者是思考很多东西这一块，会运用到非常多有关于你顶轮的能量。所以紫色、紫罗兰色，通通都可以 ，OK 哈。第二个部分呢，要给这个水瓶座的开场讯息是，我感觉这2到3周呢，某部分的水瓶座的朋友们会很喜欢吃这种比如说像糯米肠啦、大肠啦，反正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这种街边小吃。OK 哈，然后呢，我觉得最近蛮多人，你们会很喜欢，突然很想要吃路边摊，比如说路边摊有那种好吃的卤肉饭啊，你们都知道哈，这种呢就是那种真正的就是那种功夫，那叫什么，就是那个叫什么卤肉哈，是真的有功夫的那种哈。对，我觉得你们会去吃这种很有名的小吃店哈，所以呢，最近如果刚好有机会能够去外面走走跑跑哈，我觉得你应该会吃到蛮不错你喜欢的一些小点 ，OK 哈。然后最近呢，你也会觉得自己的这个饮食的状况好像喜欢的这个项目有点改变了 ，OK 好，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就觉得你的身体好像在进行一个饮食上面、口味上面的调整 ，OK 好。但是不过某部分极小众的水瓶座也要特别注意，你会吃得非常重咸 ，OK 好。好，那第3个要给水瓶座的开场讯息是，我个人会感觉这2到3周呢，水瓶座的朋友们呢，你们有一些人要特别去注意自己呼吸的问题，有可能你本身有气喘，或者是最近刚好就是可能压力比较大，喘不过气，或者是最近可能会刚好有突然心悸这种状况哈，都不要太担心。如果有需要的话，去找专业的人士帮你做一个检查，我觉得这样子相对的你就会比较心安，好吧哈？就在呼吸啦，然后或者是在这种心悸方面如果有这样的状况 ，OK 好，好，那以上报告完毕，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你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首先，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女祭司，这3种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女王。那这一张牌卡呢是天使跟宇宙要给你额外的补充讯息，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希望透过我传递给水瓶座各位昂贵贵的朋友，好吗？好，请稍后哦，给我一点时间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 哈，好。OK 好。我个人认为水瓶座的朋友们这2到3周应该算是顺风顺水，我觉得各方面都蛮不错的，也很理想哈，所以有可能你没有什么太多，我们看一下细节好不好？因为通常我在先读一个大概的能量场，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进入到能量场之后有什么样的状况。来，首先你的挑战牌卡是这个女祭司，我把它放在现阶段的能量场，等一下一起来做一个解说哈。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你抽到的是这个圣杯9，抽到的是恋人牌卡，抽到这个是圣杯3。我个人会感觉在过去，其实你可能有一个锚定的目标或对象。
人事物等等之类的哈，我会觉得其实是还蛮不错的。然后这个整体而言，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事件、梦想或目标呢，合作起来是蛮愉快的，也有满足你一些既定的期望感。OK 哈，所以呢，我个人会认为这个东西在一开始初期是发展的蛮好的。那来到现阶段能量场，你抽到的是世界牌卡，抽到的是权杖国王跟权杖骑士啊。我个人会感觉，就是因为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事件、梦想或目标呢，进行的是蛮顺利，所以你们共同去创造了一个新的模式哈，比如说新的合作模式、生活模式、新的关系，类似像这样都可以。OK， 不过呢，你们其中有一个人呢，会比较倾向于一个人是我们这样讲吧，一个人不能说比较被动，但是一个人他是的确真的相较之下，他比较主动，或者他比较积极哈。你们的个性或者是差异会有一点在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去跑出来。OK， 然后呢，有其中一方呢比较被动那个，或者是他没有那么主动性这么强的那一方呢，我个人会感觉他是属于比较在观望的哈。所以你们可能有一个新的合作模式、新的关系出现，或新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呢，我个人会感觉有一个是打得很火热的，有一个呢，它比较有点像是在原地按兵不动的，有点顺水推舟的一个感觉。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比较有点像是，请你不要太早下定论，因为你的挑战牌卡是女祭司 ，OK 哈，这个女祭司在这边呢，象征的就是你必须要能够很沉稳进行一个观察的一个行动，然后呢，保持在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而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在这边有过多的晃动。为什么呢？你这个女祭司很特别，是她胸前有非常多只的眼睛，然后中间有一个爱心，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哈，在这里由于我不知道这两个状况是怎么一回事，这边就是可能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一个比较理性，一个比较情绪化，然后呢，一个可能怎么样，你们就去想象套用在你们交手相关状况人数里面，你们两个可能是有点截然不同，可是因为开头蛮不错的，走到这里有这样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就会让人容易去产生，比如说质疑啊，就说奇怪，你一开始不是很热情吗？怎么来到这里你好像比较被动 ？OK 哈，所以我觉得这边比较有点像是在消化你们两者之间的，比如说合作的模式啊，你对对方的感受啦，这整件事情的这个状况啦，还有对方对这件事情表态的态度啦，哈，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顺风顺水，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要你能够沉得住气，因为你胸口还有一颗爱心，象征的意思说这两个就是这两个哈，就是这个恋人牌卡象征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你们彼此互相选择彼此，或者是你们两个互相结合，在这个状况当中，其实是我觉得你们两个是蛮 OK 的，所以没什么太大的状况发生，只是你不要因为这边可能有一些情势好像不如你所期待，不如你所期望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开始躁动起来哈。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女祭司是你的挑战牌卡。那来到未来呢，这边是一个星星牌卡，一个魔术师，还有一个圣杯六。我个人会感觉呢，这边呢有一个人呢哈，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角色可以互换，让你们思考一下。其中有一个人呢，会比较有点像是在这边因为这样的状况发生哈，不知道是心理，但是我感觉这比较像是情绪、心理层面跟脑袋活动里面，不是说这个人真的背叛你或欺负你或打压你或者是怎么样哈，这不是，这比较像是你自己心里的一个活动。那来到这个未来的这个能量场之后呢，我个人会感觉哈，其中有一个人呢会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进行一个疗愈的动作，但是另外一个人呢又很害怕失控，所以就会想要掌握，所以这件事情会导致你们两个会共同去回想，在一开始的这里跟慢慢走到这里的差异性。OK，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假设这真的是你的能量场，因为说实在，我觉得你这2周顺风顺水，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心里的猜疑、猜忌，或者是忧虑，或者是担忧，我觉得你们要彼此说给彼此听 ，OK 哈？因为我觉得既然要合作，或既然要在一起，或既然要相处，或既然要准备去新的公司上班，新的公司也要害人你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些心里的话是要把它讲出来的，因为呢，你在未来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女王 ，OK 哈？圣杯女王这一张牌卡呢，其实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呢，就是你们两个人呢，其实都可以得到你们想要的。这边有一只熊，但是这边有一只鱼哈。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说鱼与熊掌可以兼得，会在这个圣杯女王你目前看不到的状况出现呢？因为如果假设你们两个人可以把这中间心理的活动、你内在的情绪，或者是你在这边你需要掌控的那个掌控欲或不安全感，或者需要疗愈的这些空间，或者是自己的时间，都把这些东西去拿出来跟对方好好商量的话，我个人会感觉呢，你们两个彼此都可以得到你们想要提出的条件、提出的要求，或者是想要怎么样去安排，或者是两个人彼此互相协调跟磨合哈，这个我觉得是蛮适合的，所以我才会说你这2到3周其实顺风顺水，不要因为这边其中的一些小细节就搞得自己可能紧张兮兮的，然后呢反而呢因此化为大事，好吗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宇宙验证牌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给我们水瓶座各位昂不贵的朋友，好吗哈？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哦。那这个宇宙验证牌卡通常呢，我会建议你不管是新朋友或老朋友都可以来看一下，因为宇宙验证牌卡会来验证细节之外呢，也会有很多症结点，还有呢有一些
些我觉得会能够让这件事情更通透的一些状况，你都可以从宇宙验证牌卡去得到，好不好？好，来，在过去的状况当中，你抽到是权杖侍者，然后呢权杖6，然后还有力量牌卡，然后还有这一张是 Chariot， 所以我才会说啊，你们这4张牌卡来验证你过去的状况是完全非常好的，既有合作又可以满足2个人又情投意合，所以这个有点像是说哈。你们2个是完全是在一个蛮不错的状况去做一个进行。那我一张一张跟你解释。来，这个 Chariot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在这边合作的很好，所以要避免的就是多头马车这件事情而已。OK 哈。然后呢，这个力量牌卡就是要告诉你，在这个状况当中，每一个事情好像都按照你去期望的去做一个铺陈的时候呢，你反而要去展现出你自己的力量。OK， 意思就是说，你在这段关系、这一个合作或这一个案子里面，你要展现出，我可以带来什么样的贡献，我可以付出什么，我可以做到哪些事情？这个其实我觉得你们双方之间也都是做得蛮好的，因为你在这边有一个权杖侍者跟权杖6啊，这2张牌卡同时出现的时候，是代表说你们2个都有看见对方的价值，看见对方的好，看见对方比如说的优点这样子。所以这个权杖其实有一点像是说，你们2个彼此想要共同去捍卫这个属于你们的胜利，或者是属于你们的这个风光哈，或者是一个合作的案子，让它能够顺利的产生或诞生或推动。OK， 所以我觉得这边呢其实是蛮好的一副牌。那来到现阶段能量场呢，你抽到的是国王牌卡。OK 哈，这个国王牌卡呢，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中间稍微会有一点点状况出现。国王牌卡象征的意思就是说，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令于我嘛，因为我是国王，对不对哈？我如果一出手要你全家人口落地哈，你就要人口落地嘛。所以呢，这个国王的状况，我觉得有点在考验这个水瓶座的朋友们的心理的控制、不安全感或害怕失衡，或者是有这个权力斗争，就会在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呢。OK 哈，比如说一开始这个人你说什么他都说好，现在来到这里呢不一定哦，他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哎呀，你怎么跟过去这边好像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交流，这是一个讨论，这并不是一个冲突，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水瓶座自己要按耐得住。所以你的挑战牌卡女祭司验证牌卡是圣杯9嘛，对不对？所以我才跟你说啊，你这个圣杯9啊，在过去这边这个圣杯9已经出现了，它是重复验证的。OK， 所以我们才要告诉你，你要能够去理解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冷静沉着去观察？因为这边有很多眼睛嘛哈，去观察就是要告诉你的，在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事件、梦想或目标呢，你要去思考，它没有办法满足你所有100%的要求跟条件，或者是你应该要它达到的这个目标。OK， 但是呢，我个人会感觉这也会让你去重新去审视，在过去的状况跟现阶段的状况，你们2个彼此之间或这个案子跟一个合作方式之间有什么需要调整，才能够达到这个圣杯9我们2个都很开心快乐的一个状态。OK 哈，所以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当中呢，你抽到这个是恶魔牌卡，这张牌卡呢跟这个叫什么圣杯6这个牌卡同时出现在你未来，我觉得是很好的。意思就是说，请你不要再活在过去了。OK 哈，我觉得你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除了叫你按得住性子哈，按耐得住性子，好好的先去做一个观察，调试自己心里的状况之外，还有不要用过去的方法做现在的事，这是这2张牌卡同时出现在告诉你的。所以如果你不想按照过去的方法做同样的事情，你才会得到新的结果嘛。那这边就不需要有人去疗愈，或有一个人要硬性去控制这些东西，你就可以避免这样子的状况发生。OK 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你看这个 Empress 哈，这个就是要给你看的。这个 Emperor 跟 Empress， 我一开始就跟你讲，你们2个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连这个恋人牌都出来了，所以你们本来就是情投意合，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需要磨合，就这样浅显易懂哈。所以呢，不要有点像是说权力斗争，或者是觉得说你怎么不听我，你以前都会顺从我哈。我觉得这样子的情绪跟不平衡，或者是觉得不公平，或者是觉得失控状态，反而是成为唯一影响这件事情的一个我觉得因素啦。OK 哈，好，所以这张牌卡除了是告诉你不要太担心这个东西，这个合作还是可以继续下去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你们要去找新的想法，或者新的合作模式，或新的沟通方式去处理这一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还有你要期待这个改变啊，或这个磨合啊，或这个调整啊，其实对你们2个来讲是一个重生。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断让彼此了解，互相交流嘛，彼此互相了解彼此的想法，所以我们的合作可以更密切，我们的关系可以更紧密。OK 哈，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卡其实是要告诉你几个我觉得让你放心的讯息，但是也要告诉你你的行动也要跟着去做一个调整。OK 哈，好，那以上呢，这个就是要给水瓶座这个
昂咕贵的朋友们，这次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我觉得很简单没什么太多的事情你要担心，因为有时候没有消息就是一个好消息 ，OK 哈，所以呢，希望这样子可以告诉你，你在这边要稍微做一下这边的准备，然后要能沉得住气，然后要能够好好的以乐观正面的态度去思考这些改变，对你们两个都是有助益的，好吗？好，非常感谢水瓶座的朋友们来收看我的影片，也欢迎你来记得要参加我的全球生日派对，在8月30号台湾台北的晚上8点整，我们会在 YouTube 平台进行全球线上直播抽奖活动，详细的参加办法都在影片上方的资讯栏，欢迎你来参加，我会非常期待收到你们的卡片哦。祝福你们水瓶座的朋友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